Mic test 1 2 1 2。来的路上就听到了这样的概念，心动的信号50 plus 吧。好刺激！陪你追日落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承铉。最近李老师在忙什么？刚刚忙完一个综艺节目，终于可以有一些时间陪伴小朋友啊。我老婆也刚好没有在太忙的时间段，所以最近就在有一些家庭的时间出来，充分的陪伴。对对，您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恋爱观察员，之前也当过这种观察类的节目，比较喜欢看人与人的关系。这次是50岁以上的，我也是蛮期待也好奇，因为我10岁的时候父亲离婚了，然后14、15岁的时候我就说你不去找个女朋友，或者是你重新找结婚什么的，但是他等到我妹妹18岁以后，他才开始新的恋爱，但是呢有点受不住的一个样子，他终于做自己，就得跟他说你稍微哇冷静一点。现在他是单身了，你要不要参加恋综啊？早知道就应该让他来参加一下，对他也开心一些。我们可以看看有什么精彩的故事要发生。Hello， 谁呀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新的女嘉宾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这是第5个女嘉宾哦，她是跟这个 Ken 是提前认识的。赵磊来了以后呢，就是先去跟 Ken 2个人约会了一段。他们这个是已经在一起相处多久呢？应该是第3天，一起住在宿舍里。对啊，漂亮又高挑。我去穿高跟鞋，不然还带去穿高跟鞋去了。我叫赵磊，然后大家其实我很多朋友都叫我兔子。今天是迟到的一员。哎，要不要吃鸡翅啊？突然发现他是主动搭话了。欢迎 ，Hello， 哇，又是一个美女。哎，你觉得女人和女人打招呼怎么样？感觉又自然，但是又有一种，一上来就拉手，哎，对，你有一些年纪，你稍微能演得出这些基础的客气都会有。然后我是从上海过来的，但是我不是个上海人，我是南京人，广东话我也会讲。上海话呢，还可以啊，讲不来噻。感觉到他去过的城市很多，然后会说的语言也很多，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人，适应力很强，有亲和力，比较开朗的。对。其他的女生们会不会对于进来了一个开朗的女生，心里就有一种？站在他的角度在想，他们4对已经开始在一起相亲了几天了，然后我去的话会有点压力感。我会的，因为我是一个 I 人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很擅长把这种破冰做得非常自然，但我会想，为什么我不能是前面跟大家一起认识的那个，为什么我要后面进来的，就会有一点压力的，对。好像就是男生打开自己可能也有一点难度。我现在是个脱口秀演员。哇哦，单口吗？不对。哦，小漫才也可以，但是我要找搭档，Ken是我一个很好的搭档。他很敢表达好感。对，这个女生一定没有想过，在前面2天这个 Ken 跟谁好过，然后我这么一上来的话，我就直奔他，别人会有不舒服，女生可能会想这个。我觉得他不是排挤别的女生，他是一个确认，对于这个男生，你对我好是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但是我说我们下午相处的好，我看你的反应。你会尴尬还是你也会接我这个？但是明显感到这个 Ken 哥尴尬了一下下，哇，眼神就变了，哇，这个好看啊！就喜欢看这种八卦的东西。三角恋了什么？移情别恋了。赵磊有没有发现这个男生开始有一点闪躲？你看我都好多长情，我还是跟着你啊。但我不会说的，你得教我呀。今天我们2个说那个什么的时候，我们都已经教得很好了。我觉得你一直在带动我，是吗？不开心。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，我来就是有可能我会找到一个对象。他刚开始来跟每一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接触，是想要了解一下每一个人的初步的一个性格，还是想尽快的融入，对，所以打开氛围。对。来，这首歌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次旅程中更有勇气，好吗？这首歌听过没有？没听过。小的时候，你要没有勇气谈恋爱，就要听这首歌，哦，是吗？你就会有表白的勇气。哦，它是一个表白的歌。对。女生主唱，然后男生在陪伴。哇，拉手了呀！哦。
哎呦，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们两个他有点淡淡的落寞。我会觉得 Ken 应该对猛禽是非常非常有好感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你可以。天哪，你看那个男生拉手，他完全没有顾忌赵雷。他在直接现场表达，我还是会比较喜欢你。然后那第5个女嘉宾迅速就不唱了。我一上来这么激情、这么热情，对你的长情表达出来以后，我也没有考虑其他男嘉宾会不会对我有兴趣，就很直给。很有可能会让女生误会他是有这个希望性的，才会这么主动的。他真的有些时候有一点点容易上头，给出去太满。但是你看那个 Ken 哥可没有哦，他这边弹，然后那边去约，他又去，回来他还两边撩。都是初步开始，一切都可以发生的。对。哇，这个就在唱歌啊，就是个 I 人呢，我很少看到他这么打开。哎，你看他又去看他，哎，哇，这看歌有一点呢。其实看歌是喜欢马琴的，突然被邀约下出去是男人的胜负欲，哎呀，好开心啊！然后对方那个女生也很喜欢我，但是在马琴面前表达对我的喜欢，我就收回来了。他会有对赵雷有点抱歉，感觉好像我有点利用你，所以他又看了他一眼，我是这么读解了。有可能。我发现这个看歌还蛮会的。哎，要不要聊一下？好呀。你没有孩子在，上没只有4。帮你结过婚。如果我要再去继续找一个，我不想结婚，我是想去恋爱啊。所以你不想再生一个是吗？不管我肯定不会再生。因为你一结婚的话，万一又要生小孩，或者又要去承担一个家庭呢，就后来很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过这种事情，何必要这种很累的这种？现在的恋爱就是2个人的事情，与别人无关了。跟我的理念是不一样的。哦，你的理念是？我想要的是一个家庭，我是蛮喜欢小朋友。小朋友大了以后，我可以跟我老婆再生吗？我不能再生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旅游啊，我们2个人的时间。我理解刘瑜刚才说的那段话，在他的字典里，可能婚姻是一件太复杂的事情。像如果说我再去谈恋爱的话，我很怕遇到如果年纪轻的男生没有结过婚、没有小孩，他还想要婚姻和孩子，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做到。对，还是提前说出来会比较好。对对对，我的前提是这样我会先问，如果你再喜欢，那你要不要孩子？要 ，OK， 那我不跟你在一起。OK， 其实我特别希望有状态。外表刚刚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的性格也刚刚好，明白。我自己也刚刚好。除了感受上的刚刚好，更多的还有一种亲密关系模式里面，恰巧舒服，然后谁也不要去改变谁了。是到一定的年龄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段话应该是会有很多人共鸣。非常没有负担的，我们不考虑任何外在的，不是因为金钱，不是因为父母在逼着你谈恋爱，我一切都有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，纯纯的想要有一个陪伴的爱情。人要了解自己的需求，其实反而很容易找到那个对的人。是的，是的。今天是谁给你的？第一天是美，第2天呢？我自己开始萌起。但是我不知道。我第1天是萌起。看歌好矛盾啊！我要是他，我还是会选择一起牵手的，喜欢的，目前心里喜欢的。其实这样男生的局好刺激啊！2个兄弟这样说话，因为只是第1天、第2天，你又不是真的在一起过那么长时间，前面都是了解的阶段，你给他了一个瓶子又怎么了？如果是第13天，他纠结我可以理解。如果我可以相处了半天，你现在哇，那但是现在这。赵雷给人很舒服的状态，就是有亲近感的状态。我叫刘玉刚，我是赵雷。你好，你好。马晴是一种比较温柔的状态，比较善良，然后会主动去为别人考量。温柔和舒服这里面差别是什么？我觉得舒服是因为对方是匹配我的整个情绪和整个聊天的环境，他在控制，所以我是很舒服的状态。
温柔是我在欣赏一个别人的一个品德，温柔让人怜爱的那种，激发男人的那种保护欲的感觉啊。所以这两个一差别，就感觉到他应该写的还是给马琴。我觉得也是哈。哎，他把这个纸撕了哦。他是写给同一个人，觉得这段话不合适，撕了再重写，还是要换一个女生再写？导演就有从垃圾桶拿出来过他写的垃圾吗？好好奇啊！哎，你好八卦。原则上，他两个兄弟收到了这个信，应该不会太影响他的选择。对，如果影响了他的选择，他60岁的时候可以再参加一下。哇，这女生身材好好啊！哇，中老年人不容易啊！哇，还有老花镜，我还没有跟戴老花镜的约会过，很难想象。拿一下漂流瓶，这一刻哇，我好奇他们会怎么选。第一天2个，第2天没有，第3天又2个。哎，这个节奏嘛。比如说，就是还是有点小窃喜。哎，你看他胜负欲也有哎。哎，这种表达还蛮有修辞的手法，还蛮有文采的哦。谁给了 Ken？ 哦，对，他的语言能力也很强。好好奇啊，另外一封怎么写？我猜应该是马琴给的。应该是哦。哇，我好像找到了。土王子。哇，很会撩哎！他讲好像找到了这句话，一定能撩到Ken哥。Ken哥应该很兴奋，感觉的就是一个没那么的直接，但又能传递一些信息。这个信息是让人高兴的信息。对于马琴的立场，这个人出去了，但是他回来了以后，他反而是在大家面前呢照顾到我，让他就觉得 OK。你觉得他帮助他表白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是。那Ken哥这招成功了。赵雷的来是给马琴一个更肯定的方法，短时间看到 Ken 对自己的一种确认。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是，单独关着门来跟我说的话，虽然是好听的话，但是一定要带着一个疑问嘛。对，因为你不知道他关着门跟他是怎么说的，但是这边9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的行为也是有个更公开的宣告，你在给大家看你对我的心意是怎么样，所以我会更重视这个官宣了，但是还是有个好像，对，所以他留了一点点余地。从女生也不要说我一定找到了，我绝对找到了我的王子，不要这样，还是要留一个悬念。飞豹琵琶半遮面，他要稍微留一点。对。赵磊没有，没有给他，那我们猜对了，他还是给马琴，挺意外他好可爱啊！他的性格很有意思哎，明显一个女生的绳子上是挂了2个瓶子的，哎呦，还有这么受欢迎的，就是会有一点点激起了有种看来我得来点真的了。对，这个点就很好玩，我要来真的了。对，我好喜欢他，好想看他来真的是来什么。哇，Ken哥写我喜欢你，Ken哥就是很直给，点燃了心里的一种继续要去坚持的一种心态，就是不要放弃。Ken哥他撕掉的那个可能没有那么直接，所以他把它撕掉了。I 人来了，很沉稳的样子。咱们俩沟通的话，你说你 I 人，那我觉得他比你 I 10000倍。我觉得我这个工作属性是没有，我觉得你是外 I 内 E， 其实你好八卦，就是有时候一上来可能稍微 I 一下。对，开朗就是开朗，对，熟了以后，对。抽到那一刻也是很开心。哎，到底是谁写的呢？就学习做一个简单的早餐，不知道是谁给他写的。我投给了 June， 就是同频的人突然有了一个这样的相处机会。那是他写的。性格也不是不好，我觉得很好，找到了我们能打开的那个点。他们2个 I 人在一起好像好没有压力，I 人和 E 人在一起，有些时候你感觉到是互补，但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打搅，就看这个 E 到底多 E。对，但是刘梅的 E 好像是有一点对 Joe 来说有点超过了他能接受。哇，好开心哇，笑得太甜了。
是这儿哦，他们两个他们是互相投的啊。此旅行写那么多，写4行，很热情的一面。这一对应该是稳了。你觉得稳了吗？对，他有选择我，我有选择他，终于有一个人可以懂我。拿瓶子了，你不能干。哇，他不告诉他，天哪，有距离了。啊，他还是蛮主动性的啊。他说那能说吗？就我就是一个开玩笑的口吻在拒绝告诉我 get 到了拒绝。聊什么了？这不能告诉哇，眼睛都不看对方了。可以不要这样狡猾吗？这是私密的事。哇，我觉得他的拒绝里面还带着一种暗暗的幸福感。所以小罗拼，你投给了谁？王老师，想有机会多听听你的事儿，真诚的。我很喜欢看王老师露出肩膀的样子，我觉得很美。是罗非53岁的男人还要在情书上面画一个小孩，那是一种爱吧？很纯净的一个感觉。在对方面前敢于表现自己孩子气的那一面，就说明我对你没有防备，我很希望你理解我、爱我，有这样的信号。好奇，你觉得他会给谁？罗非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是盲猜，但是只是一下下就看到了这位男士明明投了王女士，但是他又要跟另外一个确认，你收到的瓶子是谁？就是，对。然后他笑了，是王老师。哦，你猜对了哎，1分。他们两个彼此写的字数都蛮多的，感觉好像有更深度的连接。对对对，因为他提到了我们昨天谈论的一些话题。有孩子，对，我觉得这辈子就是你们这个牵连就在这里。我同意这个想法，对吧？对。罗非，我们有很多共同交流的话题。聊天的时候，两个人价值观匹配上了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让我也觉得很开心。我们的故事开始了。我投给徐工，我觉得他心里不开心，我想给他一些支持。他是很有眼力劲儿的。没有啊，没有。哦，他自己没有是吧？对，难过吗？肯定会不是最开心的，但也不至于到太难过。刘梅她应该不是第一天没有收到哦。没有什么，因为我就知道没有，会有一点点心疼他。他说我知道没有的意思不是说我不难过，而是我想掩藏一下。他是理性层面上在说，我早就预料了，但是情感的层面和那个眼神里面感觉到是有点失望。是个人肯定会好没面子也是一种嘛，但不被爱也是一种难过。也许会觉得我之前做的不好，我下次要更努力。那我更努力，会不会就用力过猛呢？太诚恳的想要这个东西，可能你的立场就会变得很卑微、很不乐观的一个情况。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恋爱中，如果你在看歌的位置的话，我是比较直接的。我老婆跟我说，她喜欢挺直接的。我要变成直接之前，我要先了解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跟我老婆是在工作认识，我就是有一个整部戏的时间可以观察他是什么样的人。我觉得他不是某一个点，是通过很多的沟通、很多的打电话、很多的这种信息，我越来越了解他的性格。重要的是价值观是很对的。很多的婚姻失败的原因是因为谈恋爱的时候没有足够聊清楚。在这个谈恋爱的粉红色泡泡的这个时间段，就觉得只看到他的好。科学说这个爱情就是18到24个月，撑死了嘛。所以这个过了以后，你就开始发现他脚臭啊，或者是这个人怎么这么懒惰啊，上厕所不冲啊，这种东西就会开始看得见。所以我们的沟通就是真的很敢说，就没有让我觉得结完婚以后完全另外一个生活方式。那发现脚很臭怎么办呢？就臭就再解决呗，洗袜子呀。所以我觉得恋综里面虽然看的都是一些生活的细节，但是可以在这些里面都能看出对方的价值观。我现在很好奇，现在是特别初步的阶段嘛？第3期啊，3堆已经是初露端倪哈。会不会50+ 的版本初步稳定了就会一直稳定，还是会？
但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像你说的，我50岁更成熟，我知道要什么，我会知道跟他在一起不行，马上就换人，那是对吧？都有可能，哪一种更渣嘛？我觉得也很好奇。哎，你收到信息了？还记得心跳第一次落拍的声音吗？重返18岁约会即将开启，请5位女生前往公告栏领取邀约卡，并向心仪男生发起邀约。4位男生有权选择答应或拒绝。5个选4个哦，所以就一定会有一个被拒绝。哇，这个梅一上来就冲，是拿一张，我拿一张，每人拿一张，再拿一张。就是我有一种大家都好怕输的感觉。这个马琴不着急哈，对，因为他跟看哥应该是绑定了，就是那个每次都没有漂流瓶的梅应该会着急哦，因为如果正常选的话，可能他就会落单了。啊，他们都在一个空间写，好刺激啊！就金两角这个空间的不同的角落。我就是想去看《爱乐之城》浪漫的日落时分。他想去拉拉链的那个日落时分。拉拉链好看。这个 I 人开始写了，最后一个写。哦，第一个写完。哦，太加快了，他冲上去了。哎呦，差点摔倒。他不想要一个人落下。这辈子都没约过男的，主动约过男的，真的是这辈子没有主动约过男人。这个年纪了，该主动了。好尴尬。Hello。错了，不好意思，错了，敲错门了。哦，敲错了，哦，好尴尬，要不要这样啊？这不是我的菜。我没有走错，我没有走错。那另外一个女生说她走错了，她说我没走错。我们去健身房。走。哇，他们那我换衣服。会游泳吗？我当然会了，我小时候是在游泳池旁边长大的。是吗？我也喜欢游泳。啊，那我们去游一下。很自然的缘分哦。对，他本来也想去游泳池，然后男生也就提了游泳。哇，有共同的爱好是多么快乐。如果是让我选嘛，就我最想王老师。因为有一次王老师壁咚他以后，他当下就整个人就哇酥了，迷上了，迷上了。因为前面的那个信嘛，我都觉得哦，有可能就是他。对，王老师这样2个男生在里面，他约一个，其实他有点风险。你出来。怎么那么凶？赶紧。好呀，那我们出去玩，非常顺利啊。结果开门的人正好是他想约的。我很欣赏罗非，但是和其他9位嘉宾都是有独处，唯独和许工是没有的。猜是谁？你是我的，我当然我的。他怎么说呢？哦，这是什么？他回来还给他看。你看我好棒啊！有人约我，这个是男人和宣誓哎。你看他笑得好开心啊，一个坏小孩。你接受了吗？当然。哦，那就是王老师。因为罗非说你答应了吗？当然。还没有人同情罗非吗？难道我们来看罗非好可怜啊。好吧，我失败了。记得吗？罗非和他互投漂流瓶，他居然不约罗非。他们互投了，但是我觉得王女士也是，我觉得他很帅。我每一个人了解，我不会有任何遗憾的可能性。他不担心一敲门打开门的是罗非吗？他说对不起，我不约你，我还给那个，他就直接上了，哇，很帅的。哎，我拿的，已经有人家约了我，他才拿的。女生主动邀约，可以啊，还是感哎，没。哇，他成功了。我心里面是觉得，他有一种我的策略终于。这个女生那么真诚的去邀约你的话，我也怎么能拒绝呢？我觉得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
如果你是他的话，你会先拒绝刘梅，再等一等那个 I 人来吗？前期的这个阶段，他们在这个环境下互相彼此了解，我觉得没毛病。你不要那么果断的在前期就觉得我跟他好，我谁都拒绝，除非你很确定。我倒反而觉得这个就对刘梅的接受，不是说我想看看你跟我行不行，就有一点点我不太会拒绝别人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说他不是说我对你也有一点好感，我也想试试看。他跟王老师选徐工不一样，他就是我想试你。打开腾讯视频看日落时分说爱你，每周4、周5看正片，周6看惊喜加更，更多甜蜜时刻等你发现。每周日、周一陪看正片，超多内容想不停。我看。对啊。哇，你拍出了我的人生照片，你拍出了我的人生照片。我今天一定要一直跟你在一起，让你给我拍照。你的理想的爱情关系是什么样子呢？恋爱脑。恋爱脑，对。哥哥，我就喊你哥哥了。祝我们青春的爱情。王老师，想有机会多听听你的事儿，真诚的。别动了。OK， 好。不，没下来，稍等。腾讯视频 TV 版、极光 TV 同步播出，大屏观看更沉浸，畅享极致视听体验。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，获取更多追剧资讯，领取专属优惠。现在开通 SVIP 即可享受内容抢先看、大屏观影等特权。腾讯视频 Jump 卡、年轻人专属会员、享亲临现场等10大权益。关注腾讯视频 VIP 官方账号，最新会员权益、福利资讯抢先知。感谢合作伙伴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、新浪综艺。